大家好，我是 Younger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件令全球航空界震动的悲剧性事件。6月12日，印度航空 AI171 航班，一架波音 787-8梦幻客机从艾哈迈达巴德机场起飞，仅30秒后发出巨响和 Mayday 求救信号。5分钟后，这架飞机坠毁在机场外约 1.6 公里的居民区，直接撞上医学院宿舍，爆炸、火海、残骸散落，机尾卡在楼顶，外墙被毁，至少265人遇难，仅1人奇迹生还。这起事故让波音787首次成为空难主角，也让全球旅客的心再次悬起。尤其是在新加坡，一个航空枢纽国家，不少人开始问：我们还能安心坐波音飞机吗？波音 787-8 被称为梦幻航班，自2009年首飞以来，全球服役约1100架，从未出过致命空难。这次事故的震撼不仅因为死亡人数，更因为事发之快之突然。起飞30秒巨响，5分钟坠地撞毁宿舍，爆炸引发大火，黑烟冲天，救援持续近12小时才基本控制火情。唯一生还者40岁印裔英籍男子拉梅什从紧急出口逃出火海。他在采访中说：我醒来时周围全是尸体，浓烟和火焰让我恐惧到发抖，只能拼命往外跑。目前黑匣子虽找到，但损毁严重。3个主要调查方向：一是双引擎失效或因燃油污染；2是鸟击，艾哈迈达巴德机场鸟击事件，过去5年有462起；3是起飞时惊易收回，导致升力不足，失速坠毁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这架失事飞机挂的除了印航 AI171 航班号，还挂着新加坡航空 SQ4939。 什么意思？代码共享航班，也就是说这趟航班机票可能是新航卖给你的，但飞机机组全是印航的。新加坡航空更是印度航空的大股东之一，持有 25% 股份。在全球化航空业中，这起事故无疑给新加坡和波音都敲响了警钟。那么新加坡自己运营的波音机队出过什么事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。新加坡航空及旗下库航的波音机队包括波音 7:7:7-300飞欧洲、美洲主力机型，波音 7:8:7-10跑澳洲、新西兰和东亚的中长途航线，波音737 MAX 和737-800用于东南亚短途。新航历史上最严重的波音事故发生在2024年5月，伦敦飞新加坡的 SQ321 途中遇击端乱流，一死3十伤，机舱内产矿曝光，行李失散，乘客受伤。2024年9月，库航一架波音787从墨尔本飞新加坡，引擎油压异常，紧急备降雅加达，未造成人员伤亡。但总体看，新航事故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。ITA 数据显示，全球平均每100万次航班事故不到 0.2 次，而新航更低。过去10年，新航因机械故障取消航班率低于 0.01%。新加坡航空到底是靠什么维持全球顶尖安全记录的？新航和库航为何被誉为航空安全标杆？第一，主动发动机监控，实时数据对比，提前检修，避免潜在风险。第二，航前全面检查，从舱门密封到起落架都一一核查，绝不漏项。第三，飞行员训练覆盖多种紧急情境，包括发动机失效、火灾、机舱失压等，每年多次高强度模拟测试。第四，新加坡民航局全球最严监管，超出 FAA、EASA 最低要求。新航在全球获奖无数，包括连续多年入选财富全球最受尊敬公司榜单 Top 50。波音在新加坡运营的飞机，由于新航和库航的高标准维护，其实际风险已大大低于全球波音机队平均水平。那么波音的未来还有希望吗？我们得说说这次事故对波音的冲击。波音787自2009服役至今，从未出过致命空难。这次 AI171的灾难让梦幻航班的神话终结。事故发生后，波音股价应声下跌 5%， 市场信心动摇。过去5年，波音因737 MAX 2次空难，供应链混乱，制造缺陷已屡被质疑。这次787出事无疑让波音面临更大的舆论和监管压力，但必须指出，
飞机只是工具，运营和维护决定风险。新航等优等生航司的波音机队安全水平仍远高于行业平均。最后，我们聊聊作为乘客，你该怎么做才能更安心？第一，出发前查航班机型，用官网或 Flightradar24 了解直飞机型，按喜好选空客或波音。第二，上飞机后全程系好安全带，无论是否熄灯，除上厕所外别解开。第三，放平心态，理解航空安全的复杂性，相信新航等专业团队的严谨管理。航空安全是动态的，需要企业、政府、乘客三方共同努力。正如新加坡航空所展示的，安全不是零事故，而是如何在每次挑战后更强大。你怎么看这次印度航空空难？波音飞机你还敢坐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观点，也别忘了点赞、分享给关心安全的朋友，并订阅频道。我们会持续为你带来最深度的时事解读和出行建议。咱们下期再见。